那么在我们说完静态路由以后我们下边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动态路由协议的原理。首先呢，在我们之前谈到静态路由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那么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静态路由呢，虽然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写出来，而且呢也可以通信，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自动备份的效果不会特别好就是如果说我发现这个链路出问题了，它不会自己切换，这是第一。第二呢，一旦你的网络有增加或者有删除的时候，你的网络中设备越多，那么你需要完成的这个工作量也就越大。所以说呢，静态路由呢，在一些非常简单的环境下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网络复杂到一定程度，那么静态路由呢就会出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就是说可能这个你想象不到，或者说你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适合什么呢？在相对复杂的网络里面。好，我们下面看动态路由协议的一个介绍。那么通常我们表述中的路由协议注意通常我们表述中的路由协议就是一个动态路由协议的简称就是动态路由协议的简称。其实呢，那个静态路由呢，我们称之为就是静态的路由协议我们简称叫静态路由。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做动态路由或者叫做路由协议。那么路由协议是什么？注意在这儿，是路由器之间交互信息的一种语言还记得我们的生成数吧？我们的生成数是说是交换机之间运行的一个协议，而对于动态路由协议或者叫做路由协议来说，是路由器之间完成交互信息的一个协议。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路由器呢，我们可以替换成任何可以运行路由协议的三层设备我们可以将路由器呢定义为任何可以运行的三层设备这是第一个路由器或者说三层设备之间的一个语言。第二个，路由协议共享网络状态和网络可达的一些信息。就是路由协议是什么呢？让设备之间去共享我们的网段信息。比如说在我们之前在做静态路由的那张图里边，所有的设备可以到达哪些网段，那么这个信息是要共享给其他人的这个叫做共享网络状态信息。当然对于动态路由协议来说，你如果不想共享某些内容，你是要做一些特定的处理的。第三个，路由协议定义了一套什么呢？路由器之间或者叫做三层设备之间通信时所用的规则。就是这个你共享信息的时候你不能瞎胡乱说，对吧？你不能够说是我想怎么定义这个信息怎么定义这个信息，你需要有一定的规则。第四，路由协议动态路由协议去负责维护路由表，这个路由表就是路由器上的路由表动态路由协议也负责维护路由器上的某些表象。那么路由器上的表象里面它的路由表里面不仅仅有动态路由协议维护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静态路由就是或者说我们叫做网络直连路由，或者叫做发现的路由，这些东西都是共同去组成了路由表。动态路由协议也要维护相应的路由表。并且注意在这儿看这句话非常重要，动态路由协议提供最佳转发路径它提供的一定是最好的路。就是当我有多条路径的时候，那么我一定要去找最好的那一条，不好的我都认为不好，那我不会告诉路由器，或者不会让用户去使用的所以说路由协议需要去维护路由表，并且提供最佳的转发路径。其实还有一个动态的路由协议呢，其实要尽量的去避免环路的产生的动态路由协议是要尽量避免环路的产生的。好，这是我们路由协议的几个介绍。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路由协议的这个具体的内容。第一个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路由协议里面就这几个。目前看起来第一个 RIP 我们叫做 RIP 协议，这个东西呢全称叫做 Routing Information Protocol， 叫做路由信息协议。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而且相对年龄比较大，对吧？就开发出来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协议。第二个叫做 OSPF， 其全称叫做 Open Shortest Path First， 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对于它来说呢，叫做开放式最短路径优先。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的平日的网络中呢，可能大家接触到的应该是最多的，用起来呢也是比较多的、比较方便的。但是它的特性呢，非常非常的复杂。
第三个呢叫做 ISIS， 它叫做 Intermediate System to Intermediate System， 叫做中间系统到中间系统。那么这个协议呢是一个 ISO 所定义的协议或者叫做 OSI 协议站里面的协议，它并不单纯为 IP 来使用。那么 RIP、OSPF 加上包括最后的一个 BGP 这个都是单纯为 IP 来完成的。而 ISIS 呢是一个通用的协议不单单为 IP 来完成。那么这个协议呢在电信级的运营商里面可能会用得到。它的稳定性，它的这个处理能力要比 OSPF 稍好，而且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他们两个其实是一类，就是 OSPF 和 ISIS 一类，谁用谁都行，就看你怎么个用法。第四个 BGP 叫做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叫做边界网关协议。这个东西其实是用来连接其他的 AS 或者说连接其他的区域的。那么这个协议呢，一般是电信运营商用的更多Internet 上主要跑这个协议。我们通常能见到的就是这几个协议。如果是用其他厂商的设备，可能呢还有思科自己去定义过的一些协议。那么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情况越来越少的。好，下面我们要介绍一个概念，叫做自治系统 AS，Autonomous System。对于自治系统来说，什么叫做自治系统呢？看我们这儿给出一个定义，由同一个技术管理机构管理，使用统一的选路策略的一些路由器的集合。关于统一的选路策略是否，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忽略掉。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自治系统是由某一个叫做同一个技术管理机构来管理的这么一个路由器的或者说设备的集合，或者说叫做一个区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统一管理的区域，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自治系统。这个东西可大可小这个自治系统这个概念可大可小。最大可以到一个运营商，比如说中国移动或者说中国电信。那么对于全中国的移动网比如中国移动，那么全中国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中国移动去管理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自治系统。当然了，你说北京移动是吧，这是一个省级的，那么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自治系统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边呢它基本上都是属于同一个机构去管理的。然后呢，再比如说就是一些企业网这个企业可能规模比较大有厂房生产型企业有厂房占地比如说好几百亩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企业这有很大。那么它可能这个里边所有的网络设备归这个企业的这个技术处或者叫做网络中心呢去管理。那么呢，它呢有可能是这个一个自治系统。那么有可能呢，比如说有的企业比较小我可能就4、5间办公室，或者说呢我就2间办公室。那么呢我这点就一小部分设备特别是很多互联网企业4、50人，有个4、5间办公室，5、6间办公室，然后整个一个小型的网络。那么这个呢也算是一个自治系统。所以说自治系统这个概念就是统一管理的一个区域，或者说是统一负责的被统一负责统一规划的一个区域，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自治系统。那么很明显，我们不管是一个生产型的厂房工厂也好，还是一个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企业也好，还是一个电信的这个网络也好，那么不管是任何的一个管理范围，或者说任何的一个范围，那么最终我们的目标是要和别人去连接，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电信要和联通去连，要和其他国外的电信去连。那么对于我们的企业比如说我们的互联网企业，那么我们要跟电信连我们双线一般有时候也会跟联通去连，跟移动去连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一个 AS 去连接到另外一个 AS。电信是一个，对吧？我们自己是一个，那就是多个 AS。好了，在有了自治系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呢，每一个自治系统呢都会有一个编号这个编号呢也不是随便用的，这个我们编号大家记一下就行。现在它叫做 AS， 有一个65001或者有一个65000这么一个编号。这个呢，我们在讲到这个 BGP 在 P 级课程里面讲到 BGP 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去介绍这个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一个自治系统内部，我们通常使用的协议是什么呢？ RIP、OSPF、ISIS 这3个协议我们称之为 IGP。在一个自治系统内部所使用的协议，而对于自治系统和自治系统之间去运行这种网段或者说 IP 的可达性的这些信息的这个协议，我们称之为 EGP 其实我们称之为 EGP， 但是由于现在 EGP 呢代表只有一个，就是 BGP 就是 BGP 叫边界网关协议， EGP 叫什么呢？ EGP 叫 External Gateway Protocol， 叫做外部网关协议。所以说呢，在这个里边我们首先探讨的内容是 IGP。我们会在我们 A 级课程里面主要去讨论 RIP， 我们会在 P 级课程里面主要去讨论 OSPF 和 BGP。如果大家有兴趣学到 IE 级别、E 级别最高级别的课程，我们会将所有的协议重新讨论更加深入的去讨论。在 P 级课程里面，我们暂且不讨论 ISIS 这个协议。好这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按照范围来分 IGP、RIP。这个地方有一个 V1-V2， 这是什么意思呢？ RIP 有2个版本，一个叫 RIP V1， 一个叫 RIP V2。那么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用到的都是 V2， 后面我们会有介绍。对于自治系统之间我们就叫做 EGP， 它的代表 BGP 边界网关协议。这是以作用范围来分类。那么如果我们以算法，就是这个程序或者说这个协议所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或者说基本的能力来进行一个这个分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分为2类，一类叫做距离矢量协议，一类叫做链路状态协议。那么距离矢量算法后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基于这个算法的有2个协议，一个是 RIP， 一个是 BGP。而 BGP 呢，它是改良了的矢量算法，那有的时候我们叫做路径矢量算法。BGP 是改良过的距离矢量，而 RIP 是一个标准的距离矢量。思科公司曾经开发过一个协议思科公司曾经开发过一个协议，私有的也是这个距离矢量的一个路由协议。好，下面再来说链路状态协议第2种计算方式叫做链路状态，它是基于什么呢？基于 SPF 算法，叫做最短路径优先算法，或者叫做迭杰斯特拉算法。这个我们在 A 级课程里面不讨论我们到 P 级课里面再说。那么基于这个协议有2个基于这种算法有2个协议，第一个协议 OSPF， 第2个协议 ISIS。这2个协议它的基本的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实现起来稍微有点差别而已。这个协议基于链路状态的协议，我个人认为或者说大部分的厂商都会认为它的可靠程度都要比这个 RIP 要强得多BGP 因为它是改良了的算法，所以说它也很可靠。好，下面一个路由协议之间的操作，记住每一种路由协议，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无论是 RIP 是这个 OSPF 是 ISIS 还是 BGP， 每一种或者每一类的路由协议都只能发布，就是告诉别人，学习就是从别人那儿学到消息，什么呢？自己本协议已知的路由信息。每个协议都只能发布或者学习自己这个协议本身已知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原则上来讲是不行的我们有的时候称一个协议是什么呢？称一个协议是一个语言称一个协议有可能是一个语言，用语言去描述信息，那么也是我们在这里面用协议去运载一些信息。那么每一种语言都只能描述自己所看到的东西然后别的语言过来默认是不行的，要有翻译的好，自己已知的路由是什么下面对这个已知协议的路由做一个举例，是指什么呢？在某个接口上，路由器有很多的接口运行了该种路由协议的路由条目的路由条目。
或者在路由表里边已经有本协议学习到或者说发现到的路由信息。啊，这个就是跟本协议有关的，比如说 RIP 只能发布跟 RIP 有关的 ，OSPF 只能发布跟 OSPF 有关的东西。啊 ，OSPF 发布出去的东西 ，RIP 协议是收不到的，或者说收到了它也认不得的。那么说，不同的协议之间交换路由信息的时候，有这种需求吗？有的是。啊，很多情况下会发现，哎，我运行了一个这样的协议，你运行了另外一个协议，我们两个现在要互联起来了，怎么办？那么你说的我不知道，我说的你不知道，这个不行的。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做路由引入的操作。这个操作啊，或者说这个东西的原理，我们在 P 级课程里面去讲。不同的协议之间的交换，啊，我们要进行路由的引入的。这个原理我们在 P 级课里面介绍，但是后边我们在介绍RIP 的时候，我们会简单的介绍一个操作如何去完成。好，下面我们来看衡量一个动态路由协议的一些性能指标。啊，衡量一些动态我们的路由协议的一些指标，就是说这个东西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没有好与不好这么一说，啊，就只有最合适的。啊，我们现在讲。就是任何一个协议也好，任何一个应用也好，没有最好的和不好的，只有合适还是不合适的。啊，那么我们衡量它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参数的。至少，首先第一个正确性，你这个路由是否能够帮我找到最佳的路径，并且没有自身不会有环路的产生，啊，并且自身没有环路，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部分。你这个路由是不是能够正确的帮我找到最好的路？因为你有选最优的能力，比如说，有一条10兆的链路，有一条100兆的链路放在这儿啊，2条。那么你这个路由协议帮我选完了以后，应该是什么呢？绝大部分的走100兆，一小部分甚至没有，我们去这个10兆作为一个备份，或者是仅仅一小部分来走。那么你说，如果一大部分都走了10兆，而100兆空着，那么这个显然就是不正确的，或者就没有正确的找到最优的路径，这就不好了。啊，所以说第一个是正确性，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又看到了一个词叫收敛，叫做快速收敛、快收敛。那么衡量一个路由协议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个参数啊或者特性叫做什么呢？当你的网络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比如说有一段链路当掉了啊，或者说有一段链路又恢复了，那么你是否能够最快速的啊、迅速的在自知系统里面，也就是在你的整个这个路由协议里边做出相应的改变，啊，别我这儿有一条链路断了，你过了很长时间才切换到备份链路上去，那这个是不合适的。比如说生成数啊，我们在之前谈到的生成数这个协议，生成数协议是如果是非直连链路啊，或者说一些其他链路都断掉，那么会导致有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啊，几十秒之内才能够把这个链路转换过去。那么我们认为有可能这个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说快收敛这个收敛的速度或者变化的速度，响应对于变化的响应越快速，我们认为越好。啊，比如说这个1分钟，啊，那个说半分钟，还有一个说5秒钟，那我肯定认为对变化感知越快，是不是我的网络的效率就越高啊？啊，所以说这个快收敛是一个好处。第三个叫低开销。这个开销啊，不是我们所在这个路由条目啊有一个 cost， 这个开销不叫 cost， 或者说这个也不是生成数里边的这个跟带宽有关的这个开销，这是什么呢？这是对于设备自身的一个开销，啊，它是协议自身开销，什么东西呢？比如说内存、CPU 带宽的最小化，这个对于这种东西来说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就是我们通常在 PC 上面，啊，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有好几种这个软件实现的是同一个功能啊，好几个软件实现同一个功能或者同一种功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考虑啊，谁对于 CPU 内存的占用率低，对吧？然后呢，谁对于这个互联网啊，或者说网络带宽占用的少，那么我们认为谁更好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画图来说啊，比如说对于一个画图来说，啊什么 PS 啊什么美图秀秀啊什么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工具是吧？我们都可以完成一张图片的处理
啊，包括苹果公司的一些什么iPhoto 啊等等一些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要考虑到，如果单纯是比如说我要调整一下我拍的这张照片的这个一些特性，或者说我只是想给我的拍的照片上面加一幅配这样一个简单的字，那么其实呢，很多包括 Windows 的画图都可以搞定这件事情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功能上面啊，那么我们想对于内存 CPU 肯定 PS 是最高的啊，应该是最高的，而 Windows 的美图秀秀可能什么的 Windows 的画图可能就稍微低很多了啊。那么在实现同样的效果的时候，我们看看肯定是越低越好啊，越低越好。那么这个路由协议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对于自身的 CPU 内存的使用量比较大，使用率比较高，那么我们来看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就不太合适。在某些情况下不太合适，所以说开销的大小也是个问题。还有一个网络带宽，在这儿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网络带宽是什么呢？这个网络带宽是这样的：作为一个路由协议，那么大家一定要运载这个网段的可达性的信息的。那么这个信息一定是在网络上进行传输的。那么你传输的信息的时候，一定要占用带宽。那么你占用的越少，说明你这个协议越好。然后再往下，安全性。这个协议自身不容易受到攻击，协议自身有一些安全机制，就是不能说谁想接进来都可以接得进来，谁想通过你学习到路由信息都能学习得到，这个就不太好了啊。那么所以说安全性自身是一个问题。最后有一个叫做普适性，什么叫普适性呢？适合各种拓扑、各种规格、各种规模的网络。比如说在我们的网络里面，拓扑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过程中的。那么网络的规模有大有小，那么网络的接口有各种各样的接口，100兆的、1000兆的，什么串行链路、光纤链路，对吧？什么 POS 啊，什么 ATM 啊等等一系列的大量的接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的一个协议是否可以满足或者说普适适应所有的这些需求，这也是对于协议的一个考量。那当然你是越适应的多越好喽。你越能兼容更多的协议，兼容更大的网络，兼容更多的接口兼容各种拓扑，那么越说明你这个协议是一个优秀的协议所以说我们在考虑或者说在讨论一个协议是否好坏的时候，我们要综合以上的几点统一来看，然后结合自身的情况选择到一个对于我们来说最优秀或者说相对优秀的这么一个协议没有最好和最坏之分，没有最